第192章探测。漆黑的通道之中，萧炎紧搂着怀中的青灵，两人的身体借助着通道的坡度不断的下滑着，而在青灵的小手中正举着一枚月光石，淡淡的柔和目光从中散发而出，使得萧炎能够辨清前方的路道是否有着阻碍。在萧炎两人身后不远处，10多道淡淡的光芒紧随而上，众人屁股贴着洞壁，滑出的嗤嗤声响在通道之中缓缓地回荡着。身体在滑下之时，萧炎目光在身旁两侧的洞壁上扫过，半晌后有些愕然地发现，这个通道居然极为的光滑，基本没有半点石头从洞壁中突出。这通道看上去就犹如是被一股什么极其庞大的能量柱蛮横地冲击出来的一般。在下滑的速度持续了将近2-3分钟之后，萧炎已经能瞧得通道的底部，当下脚掌微微弯曲，片刻之后，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身体成功型地落下了地，身体一弯一伸之间，将下落的反弹之力全部化解而去。落下地后，萧炎将怀中的青灵松了开来，拉着他向前走了几步，目光在前方的道路一扫，果然是发现竟然有着10几条黑漆漆的通道。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冲着青灵笑道：“你感应一下吧，不然的话，这10多条通道走下去，没有好几天时间是不可能完全搜索完毕的。”轻点了点头，青灵小手拉着萧炎，眸子微微眨了眨，只见在那碧绿的瞳孔周围，3个极为细小的绿色小点悄无声息地浮现了出来。由于通道之内光线颇为暗淡，所以即使是萧炎也未曾察觉到青灵眼眸的变化。随着青灵缓缓闭上眸子，感应着通道中的气息，周围再度缓缓地平静了下来。片刻之后，后面传来一阵连串的轻微闷响，萧炎知道那是萧鼎他们已经赶来，微微偏过头，对着落地的萧鼎等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手指指着闭目中的青灵。瞧得萧炎的动作，萧鼎微微点了点头，打了个手势，身后落地的众人也是极有默契的将道口的询问声吞了下去。将手中的绳子放好，萧鼎与其他的墨铁佣兵团员缓缓地抽出武器，然后悄悄地上前，将萧炎与青灵护在中间，谨慎的目光不断地在周围扫过。沉默持续了片刻时间，青灵终于是逐渐地睁开了碧绿的眼眸，小手指向偏左的一处通道，轻声道：“少爷，虽然其他几条通道也有着一些残留气息的存在，不过这条通道却是其中最浓厚的一条，看来半年之前那人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最长。”闻言，萧炎目光扫向那条漆黑的通道，这条通道明显极长，目光望去，一片深邃的漆黑。瞧着这种情形，萧炎眉头不由得微皱了起来。偏过头，萧炎与萧鼎对视了一眼，轻呼了一口气，刚欲率先走近，却是被萧鼎忽然拦了下来。先等等。萧鼎对着萧炎微微摇了摇头，然后转头对着一名身形颇为壮硕的大汉轻声道：“汉姆，你去探测一下这条通道之中有没有隐藏着一些特别的东西。”闻言，名为汉姆的大汉点了点头，踏着步子来到漆黑的通道之前，然后趴下身子，用侧脸接触着沙面，同时一对手掌狠狠地插进沙面之中。这是？瞧得汉姆的奇异举动，萧炎不由得惊愕地问道。汉姆的属性是土属性的一种变异形态，沙属性，所以在沙漠之中，它能够借助着沙子感应到一些别人难以发觉的隐藏气息。萧鼎解释道：“在这种未知地方，我们一切都得小心，胡乱冲撞可不是明智的举动。”哼，墨铁佣兵团的奇人还真是挺多，这般团队的合作自然是要比让我一人胡乱窜要好许多。萧炎笑了笑，有些感叹的道：“一些保命的小把戏罢了。”萧鼎随意的摇了摇头，抬头望着那探测结束的大汉：“怎么样？没探测完毕？”汉姆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苦笑道：“我探测了将近500米的距离，并未发现别的隐藏气息。不过就在当我打算继续一探到底时，却是发现在更深处，土属性的能量竟然完全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为炽热的火属性能量。在那种环境下，我的探测已经起不到半点作用了。土属性能量消失了。”
闻言，萧炎与萧鼎都是一惊，在这沙漠深处，本来该是土属性能量最浓郁的地方，可这里怎么可能完全的消失了？看来这里面的确有些古怪啊。萧炎轻声喃喃了一句，漆黑的眼眸中却是跳起一股炽热的火焰。这里越古怪，那么存在着异火的几率便是越大，这对于一直在苦苦寻找异火的萧炎来说，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瞧得萧炎的模样，萧鼎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些想要劝其小心行事的话语也只得咽了下去。走吧，进去看看，若是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我建议先行撤退，然后再从长计议，毕竟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里的地锁，只要花些时间，应该便能达到目标。萧鼎沉声道。萧炎笑了笑，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背上的悬重尺，轻吐了一口气，将青灵放在身后，然后率先对着这条漆黑的通道行去。走进漆黑的通道之中，萧炎便是感觉到浑身有些发凉，舔了舔嘴唇，微眯着眼睛在周围光滑的洞壁中扫过，手指在那戒上刨了刨，一枚回气丹被快速地塞进了嘴中。这种举动几乎都已经成为了萧炎每次做事情之前的惯性动作了，毕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那点点斗气会起到决定生死的巨大作用。记住，每隔50米便在洞壁上安置一枚月光石。听着身后萧鼎对着墨铁佣兵团员的轻声吩咐，前面的萧炎不由得在心中啧了啧嘴，自己这大哥做起事情来还真的是滴水不漏，任何一点小事都被他牢牢地把握。十几道人影借助着月光石的光芒，缓缓地行走在漆黑的通道之中。由于都弄不清楚究竟有何危险，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地保持着沉默。一路行来，除了脚步的细微沙沙声之外，几乎一片寂静。在漆黑而深邃的通道之中，似乎并没有时间的概念，众人便是这般有些僵硬地不断前行着，而那通道也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一般，始终都看不见尽头的光亮。这种情景就犹如是在不断地对着大队中心走去。随着距离的越来越深入，萧炎忽然察觉到笼罩在周身的冰凉感觉骤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淡淡的炽热。感受到这一变化，萧炎脚步缓缓顿住，微偏过头，瞧着萧鼎等人，望着他们脸庞上的惊异，轻舔了舔嘴，低声道：原来不是土属性能量消失了，而是这里的火属性能量太过浓郁，导致竟然完全的将土属性能量压制到了难以察觉的地步。这才刚刚进入到火属性能量的范围，便已是这般浓郁，若是再继续往下，那会是如何的恐怖？难道这下面真的有着一火的存在？萧鼎有些震惊的道。萧炎抿着嘴，眼瞳中升腾着渴望的焰火。异火啊，这自从修炼了焚诀之后，便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天地奇物，竟然就快要真正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之感，几乎让得萧炎身体激动的有些打颤。走吧，继续下去。诸位，如果受不了周围火属性能量的熏烤，那便请停下脚步，不然若是继续下去的话，恐怕会人体自燃。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郑重的道：瞧着萧炎认真的神色，众人也不敢怠慢，当下赶忙点头。青灵，若是察觉到坚持不了，那便和我说，知道吗？低下头，萧炎对着青灵沉声道：乖乖点了点头。看青灵小脸的神色，似乎并没有因为周围炽热的火属性能量而有什么异状。吩咐妥当，萧炎拳头紧了紧，然后再度迈开大步，对着越来越深的通道内部行去。接下来的路程，随着众人的深入，周围的火属性气息也是越来越浓郁。有几位实力稍差的团员已经开始忍受不了这种高温，而无奈地选择了退却。虽然有人退却，不过深入依然在继续，而到的最后，居然只有萧炎、萧鼎以及青灵继续熬了下来，其他人则是受不了越来越暴躁的火属性能量，全部退出。随着深入，萧炎的脸色也是越来越凝重，不过在凝重之余，还隐隐有着一抹狂喜之色，因为他能感觉到体内的焚诀运转路线，竟然是在他没有丝毫驱使的情况之下，自动地带动着紫火斗气，开始了急速的运转。这可是自从修炼以来头一次发生的事情啊！要到了，再次转过一个转角，
不远处的通道尽头竟然出现了红色光芒。见状，萧炎身体激动地打了个哆嗦，抹去脸庞上汗水，声音嘶哑而干涩的道：“最后的路程，三人速度越加提快，迅速地穿过这短短的路程，然后来到了通道的尽头。站在通道的尽头，三人望着出现在眼前的火红世界，满脸震撼。